这台设备多少钱？5轴加工中心，大修至少120万。赔。张总，他不是故意的。哦？他连续上了12个小时班，人累到这个程度，谁都会出错。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排班有问题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就事论事。好，那这个损失你来赔。老板，从今天开始，机修班解散。张总，工厂3年没停机啊？对，所以呢，咱工厂设备完好率高。哼，这跟机修班有什么关系？是他们在节假日坚持定期保养啊。我知道，还有更换易损件都是机修班做的。那是外包的活儿，外包做大保养，平时小维护是机修班盯着的。人家咨询公司的人说了，操作员对设备也很熟悉，算下来比养5个闲人每年少花20多万，都是钱啊。张总，万一出了停机，你不要总是劳脑筋。我上完 MBA 又去看了咨询公司的案例，真觉得从上到下都要改了。老板，好好配合人家，跟人家学习。公司花了钱，也是让你们见见世面。张总，这份方案我们看过了，有几个问题必须说清楚。说，机修班一解散，设备出问题靠谁？外包响应4小时内到场。4小时，一条线停产损失多少钱？极端情况，概率极低。我们去年停机3次，最长一次2小时，损失18万。这个数字方案里没有算进去。张总，工人那边也有情绪，这个时候动工时情绪327万1年，你们跟我说情绪，10多年了，我真不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钱。张总，那327，你们要是跟不上时代，很快就会被淘汰。我恨铁不成钢，真的。白总，那帮人又来了。这是在做什么？重新核对工时，正常流程。你选的这个人干了12年，熟练工，效率高，正好做基准。其他人做不到这个速度，做不到那是他们的问题。调机的时间你算了吗？换刀率的时间你算了吗？这些可以优化。自检的时间你算了吗？你这不是把人当牛马，你这是把人当机器。张总，这套工时方案不行。哦，哪里不行？掐表不留余量，现场一旦出异常，老板啊，你还像个管理者吗？德鲁克知道吗？知道，100年前就做过了，把工人每个动作拆开，标准化，效率自然上。那套早就过时了。过时了？把人当机器已经被证明走不通。Marcus， 你来说说。白总，数据说话。我们测算工时水分超过30%。水分在哪？现在1人操1台机，数据显示完全可以1人操2台。你算过换料时间吗？算过。算过设备重叠报警吗？有预案，纸上的预案。老伯，人家咨询公司都想到了，本市操机员平均工资5000，我们能保证工人拿到这个数。张总，我管了10几年生产，我知道，所以你更要相信数据，不是吗？一台设备运行间隙，操作员完全可以兼顾第2台。王好，这次改革之后，小时弊率能降2成，价格一低，你拿单不就容易多了？张总，降价2成，我有把握让订单翻倍。对嘛，这才是该有的劲头。订单翻倍，产值翻倍，利润翻倍，离上市就又进一步了。上市了，亏待不了你们任何人。张总，我需要和生产确认一下，产能能不能配合跟上。老柏不就在这儿吗？他也没说有问题。好，张总，1周之内我给你消息。张总，你看一下这2组数字。你什么意思？咨询方的数据是掐着熟练工采的，人家在现场验证过，实验室跑通和批量生产是2回事。你是说人家的方案有问题？节拍差了17秒，产能缺口将近4成。老柏，我让你做什么？落实方案之前，数据得对得上。我让你去思考怎么落实，拿错的数据落实，出了事谁担？喂，老板，明天会有新的生产经理来报道，你这边准备一下交接，职位调整通知一会儿发你，安排你去做 EH 经理，环境健康安全这块。知道了。听说了吗？明天新生产副总来报道。谁啊？不知道，张总从外面挖的。
百哥，跟你说个事儿，说，新来的李峰，职位是生产副总，工资是你2倍多。知道了。名单上的今天办离职手续，留下来的从今天起12小时工作制。晚班工人磕破了头，送医院缝了几针，12小时晚班，人撑不住。白经理，这个我们有方案。什么方案？红牛加咖啡混着喝，不容易瞌睡。张总，你这是要把工人变成生化牛马，这叫额外福利。白班12小时我认了，晚班必须改回8小时，否则生产效率根本上不去。老板，你又来给我找事儿。工人不想喝的话，还是打瞌睡，怎么办？这个也有措施，现场抓到打瞌睡，举报人奖励200块，这200块从被举报人工资里扣。可是没什么可说的，没事你去忙你的。老白，那个大单怎么了？你觉得能按时完成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这意思，不是。我10几年了，划水过。张总这把赌得太大了，怎么个大法？降价2成，还签了死交期。他被咨询公司那帮人带沟里去了。咨询公司说能做，他们只管出报告，出了事儿跟他们没关系。张总现在心里有数吗？估计他自己也打鼓了。那他还签？上市压着，硬着头皮往前冲。你看一下交付条款，看到第7条了。按天法的。客户那边已经觉得不对劲儿了。什么意思？要派人来厂里盯产了。张总知道这个条款？他签的字。老白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老板自己作死是一回事，这么多人靠这个厂子吃饭是另一回事。先把实际节拍数据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摸清楚底，再说别的。张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多付加班费，立刻赶工，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。老白，我给足了你面子，你真把自己当老板？张总，不是我要充老板，是兄弟们还等着那口饭。厂子离开你，把裁掉的工人全叫回来。既然张总觉得我没有价值了，我现在正式提离职。行，我马上批，你随时可以走。李总，出问题了。慌什么？车间里3台设备全出故障了。联系厂家了，厂家说最快3个礼拜后才能到现场。什么？3个礼拜？这个月的计划怎么完成？马上给供应商总经理打电话，我亲自说。我要投诉到你们德国总部。不过德国那边派单周期可能变成1个月，您自己想好。3台同时坏，厂家说最快3周。3周，订单还剩几天？12天。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张总，要不说，以前的机修工对咱们设备最熟。快把人事主管叫过来，赶快联系，把辞退的机修工叫回来。哪几个？随便哪个能修设备就行。对了，把裁员补偿的钱先要回来，再给办入职。行，我马上去联系。打了5个人的电话，怎么说？都有新工作了，不愿意回来。可能是我请不动。老板，张总，叫我名字就好。辞职报告我回去就发给你。第3方维修的找了没有？找是找了，怎么说？老板规定新采购要3家比价，还得公开招标，那要多久？算下来3个月。老板，等等我。老板下死命令了。什么命令？把今年裁掉的人全叫回来。打了几个？全打了。
怎么说？怎么说，一个都不回。那不正常。老板，你出面行不行？凭什么？人家只认你，说只要你开口，再考虑。把人裁了，现在叫回来，赔偿金还打算要回去，这事儿我帮不了。老板不是不想干，晚班根本没法睡，互相举报，干活提心吊胆，撑不住了。老板，现在产能缺口70%了，昨晚又坏了3台设备，还有几台在报警。结果呢？1台停着，人顾不过来。那不挺好？哪里好？设备坏一半，留下一半工人，1人1台，跟以前一样了。大哥，求你了，跟了你10几年的老兄弟，只认你，只有你有这个面子。早几个月我肯定帮。那现在刚跟老板吵完，我也不适合留了。抱歉，爱莫能助。老板，你认真的？你刚收到申请了吧？张总那边他让我滚的，当着李峰的面，交接清单我会整理好。老板，刚才那事儿我语气重了点儿，咱10几年的关系了，你不会真生气吧？张总，你是当着李峰的面那个让我滚的，我还有什么脸继续待着？老板，你冷静一下。我很冷静。要不让人事那边卡一卡离职手续？他做了10几年 EH， 所以他知道的事儿不比我少。老白，坐，有话直说。昨天的设备你看过了吧？我看过了。工人说是你让他干的。我上午问过他，他说是刀捕输错了，自己太累。你这里怎么又换了说辞？叫他来，当面对质。别激动，老白，我要见那个工人。有些事儿说不清楚。是他根本就不想说清楚。损失已经是事实了，我们想想怎么补救。你被裁员，心里不满，找人破坏公司财产，你觉得这逻辑能成立？动机有，能力有，你说呢？这叫诬陷。涉及刑事案件，你掂量一下，以后还要不要找工作？工人跟我说，李峰在场，昨天的事人尽皆知，算查清楚，挂上去工强。行，我可以留下。哦，不过我要见那个工人。见不到了。什么意思？刚才他办了离职，去别处打工了。有备而来，工人是他安排的，说法是他定的，人也是他提前送走的。你要是能把裁掉的人都叫回来，留下把今年的订单顺利交付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打通了吗？关机，换号再打。老板，他的号就这一个。想都不用想，这人是被张总藏起来的。我问了跟他一起进厂的老乡，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家里呢？老乡说联系不上，他家人也没消息。你去托人，直接上他家门看看，悄悄去，别声张。是。老板，工人那边有眉目了吗？还在联系。客户那边催得急，我知道。你看，我们先去应付一下客户。应付什么？就说工人的事儿在处理。张总，我问你一句，你说那个工人你见过他吗？没有，我哪认识他？老板，先去会议室吧，客户等着呢。这叫什么进度？你废物！你们厂就这水平？老板都不说话，下面的人也是废物。小伙子，停一下。你谁呀？我们年纪比你大，说话留点面子。你能代表这家公司，代不代表不要紧。你来是要交付，不是来骂人的。我就是来骂的，怎么了？那我也把话放这儿。你看看这厂现在的状况，随时可能倒闭。你什么意思？用不了几天，一起玩完，不用你起诉，自己就散了。到时候你去哪儿找零件？行，那你说，下个月就要交付，你们产能根本不够。没错，所以要一起想办法。其他客户的订单我们全部推后了，
先给你们赶进度。不过之前的货款先结清，新订单给一部分预付款。想屁吃，还要预付款？孙子，你爸妈没教过你，不会好好说话就从我们厂滚出去！叫保安来。你说什么？是我叫保安把你拎出去，还是你自己走？老板，冷静。老张，我干了20多年了，没见过比你更孙子的。对客户点头哈腰，跟孙子似的；对工人重拳出击，一天12小时，喝咖啡、喝红牛、熬夜，还让他们互相举报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实话告诉你，那小子我已经找到了，等着我告你诬陷吧！老板，消消气儿。你也不是好东西，为虎作伥。老板的狗就知道欺上瞒下，要不是想亲眼看你倒闭，我他妈早就不干了。还想我帮你？等你死的时候，我帮你挖坑。老板，你离职证明的事儿怎么了？再等等吧。等多久？可能用不着了。什么意思？公司在走破产程序了。那我当时提的正式离职呢？老板没批，我这边也没开始办手续。所以我算什么？算在职。但现在工人走的差不多了，不具备开工条件，我看能不能给你挣个N+1。算了，钱的事再说。那个客户督导员呢？被开了。怎么说？他们领导亲自来了，说他来之前多少还能交点货，结果他一来就跟你们几个大吵，工厂直接停产，客户那边也要找人背锅，他就被牺牲了。活该，有点权就拿鸡毛当令箭。是啊。李峰呢？被老板骂了一通，好了。他到处筹钱呢，亏空太大了。筹到了吗？没有。N+1，张总那边我磨了3天，够吗？够了。20年啊，老白。帮我把急救班那5个人的补偿底单留一份，他们先走，我后走。产量还跟得上吗？勉强。晚班的人撑得住？喝红牛呢。白哥，你真走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机台有问题，不要硬撑，停机报备，留记录。知道了。出了安全事故，第一时间找人事主管，不要找李峰。行了。白总，您来了。调的怎么样？参数跑偏了，我正在试。谢谢白总。记住这个手感，以后没人教你了。几点了？还没睡？睡过了，醒早了。补偿金够撑多久？半年，省着用。孩子学费下个月就到了。我知道。又翻这些？翻翻。找工作的事儿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去哪儿？自己干。现在？现在。钱不够。够起步的。
老周，老白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说吧，我今天碰到老葛了。哪个老葛？机修班的，原来跟你搭过档那个。他怎么了？在建材市场门口给人搬货，1天80块计件。他一个人？不止。我问他说厂里那批机修工裁了之后散的到处都是，有的摆摊，有的去工地，还有2个去外省了。技术怎么样？都是老手，10年以上的都有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随便问问。多大了52。我们有年龄上限，我看公告没写。内部规定，不好意思。您这资历挺深的。20年设备喂饱，3条产线从零带起来。我们现在要的是能跟年轻团队磨合的。有3个县的车间主任。我们回头联系您。好了几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带口磨损的角度至少5家。设备这行的，维保主管20年。现在厂里要的是便宜的。什么意思？30岁的工资要你一半，错了还能推说经验不够。您这段履历进厂是浪费。那你说怎么不浪费？现在中小厂子最缺的不是人，是懂设备的人上门帮他们修。您手里的活儿，外面一单顶人家1个月工资。自己干。谁呀？这点儿？老周，是我。老板，怎么了？睡了没？没正经睡，说吧。我想干一票。什么意思？设备维保，小的先活下去，就缺几个老伙计凑粉子。兄弟们还愿不愿意再干一票？叫大家来，不是叙旧，我就说百哥请客没好事儿。我想拉你们合伙，合伙做啥？开维保公司，就咱几个。哼，咱几个加起来工龄快150年了，开公司，正因为这150年才值钱。启动资金18万，6个人，1人3万，3万不少。3万买20年手艺的出路不贵。客户从哪儿来？我已经谈了2家，老厂区那边有3条线要外包维保，谈妥了。意向函在这儿。白哥，不是不信你，是怕输不起。我也怕。对，但我算过了，不干3万省着花，2年就见底。干了哪怕第1年只接2单，回本没问题。万一接不到第3单呢？那就我先垫，不动你们的本钱。白哥，你这话说出来，我反而不好意思说了。我干，算我一个。行，跟了。我就问一句，说你有没有想过失败？想过。那你还干？失败了重来，不干，连重来的机会都没有。京房维里有设备检测服务，对，我们做工业设备维保，这个需要特种设备作业资质证书。普通维保也要。规定就是规定。补材料要多久？资质下来再来。企业主体还没注册下来，还在办，想先问问流程。主体先注册，再来申请资质。注册要资质，资质要主体。下一位。又卡住了。哪里？注册资金不够，资质又绕回来要主体。差多少？3万。数一数，够不够3万？你攒了多久？不重要。之前你留着。大哥，你跑了3天了，腿没断，脑子没坏，这点卡算什么？3万2。汤凉了，热一下。就这儿，先进来。真办下来。你们接急修吗？什么设备？
冲压线3台，停多久了？昨晚停的，今早开不了机。减压线停1天，损失不小。原来的维保商说零件要从外地调，最快3天。你厂在哪儿？工业园，开车20分钟。老周、老陈，拿工具，早就等着呢。你们刚开张吧？执照是新的，手艺不是。老马，过来看。这接头烧了，线序还乱了，这边离合器也有问题。先处理线路，再查离合器。这手法不像新公司。试机。好了，真行啊，这帮人。白总，这活儿漂亮。白总，已经停了2个小时了。我看见了，之前报的是传感器故障，不止，主控板进过水。这不是1天的事了。这之前维保记录没写这个。我知道，去把备用建书器拿来。拿哪个型号？3项4级，额定80安。白总，客户那边催了。知道。他们说，如果今晚恢复得了。主板这块烧得不轻，备用板够用吗？够。老马，开环试一下。王浩，恢复了，全线恢复了。主板进水这种事儿，合同里没写怎么收费，这次不加收，亏本的。第一单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推责任。今晚的事儿，我替厂里谢谢各位。下次维保记录要如实写。明白。收拾东西，走。百哥有条微信，谁的？说是浩哥介绍的，宏达五金厂想聊维保。宏达，没听说过。先约过来谈。就你们几个人，够用。浩哥说你们2小时处理完停线，驱动模块老化，换件加调整。我们厂3条镇压线，设备都是10年以上。上次大修是什么时候？记不清了，坏了才修。坏了修，代价是停线；提前巡检，代价是服务费。算笔账，停1天线损失多少？你们怎么收费？先签3个月试试。白哥，又来2个。哪里的？一个是昌盛塑料，说是郑厂长同行介绍的；另一个是顺鑫铸造，说在行业群里听人提起咱们。海哥，这才第几天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条线以下是我们现在能接的量，这3家一进来就压线了，那就多招人呗。不是招人的问题，维保这个口子比我想的大得多。那咱们得想清楚怎么接。脸色不对。张总那边完了。什么叫完了？法院昨天下的裁定，破产清算。厂子疯了，设备、库存、地皮全冻结，100多号工人昨天就散了。我总说实话，我跟张总干得亲，看着他把厂子做起来，现在，然后呢？他不认命。什么意思？还在借钱。上周找了3家，我知道的就有3家，说要东山再起，重新注册一个新公司。谁肯借？不知道，但他在跑，一直在跑。借来的钱能撑多久？白总，我就是想问你，他这条路还走得通吗？你问我还是问你自己？他欠的窟窿，新公司填不上，借来的钱只会把窟窿挖更深。那他借到了怎么办？
那就看谁借给他了。白总，有一件事我没说完。说，他借钱的名单里有一个名字我认识，宏达五金厂郑老板。你确定？昨天晚上他们见面了。知道的。Marcus， 白哥，你打算怎么弄？先弄清楚他换了几个壳，就一个群的广告够用吗？不够，所以要找更多。3周，张总的案子才结他就出来了，跑得挺快。我帮你找，哪些群他也在的。把你进的群都翻一遍，还不够。我们是恒远精密5轴加工中心出问题了，听说你们做进口设备维修，说说情况。德国产的主轴异响，精度全跑了，订单压着，3天必须修好。3天？对，3天，价格好说。5轴进口的，咱们没碰过这个级别的。我知道。那接不接？白哥，这不是小事儿，主轴精度出问题，修坏了赔不起。对，人家说3天，万一搞不定，我来担。你们2个听我说。第一，咱没干过，不代表干不了。可是技术资料，我去找。白哥，这主轴的补偿参数，原厂给的区间太宽了。宽是因为他们留了余量，我们得缩。缩到多少？等我算完这段再说。白哥，你真有把握？把握是干出来的，不是等出来的。来了，原厂售后说最快下周，我们今天解决。哼，大话谁不会说？老周，把档案包拿过来。散热管有积粉，堵了1/3，跟第3台一样的毛病。这本档案记了多少台？这个型号11台。X 轴回来了。Y 轴也归零了。多长时间？40分钟。你那本档案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那是我们吃饭的本事。行，我服。年度合同，12台设备，全包给你们。老板，说句实话。你们的技术比原厂售后还靠谱。先摸机器，东西放下，跟我来。认识这些吗？主轴这个是你呢？主轴箱、进进螺杆、刀架底座。这个怎么判断是不是该换了？听声音。上手，有点卡，不顺。对，眼睛看不出来的，手能感觉到。当年老柏带我也是这一套。机修班第一课就是摸零件。机修班厂里的传统。那时候一个师傅带2个徒弟，出了问题师傅兜底儿，徒弟跟着挨骂，挨骂还算轻的，骂完还得自己查出哪里错了，查不出来，第2天继续骂。这里不骂人。这是这台车床的常见故障清单，一共20条。这周每天对照清单自己查一遍，查完写下来哪里正常，哪里有隐患。要交给您审？不用交，你自己留着。等你们真上机台出了问题，自己翻回去看，那时候才知道当时哪里没看仔细。跟当年一模一样。就差那块黑板了。老板在忙呢。刘哥，
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好事儿，大好事儿！你们这摊子做的不小了，业内都听说了。说正题，张总那边托我来探个口风。张总？哪个张总？您别装了，就那位。他说过去的事翻篇了，现在想跟百姓谈合作。合作什么？他手上有3条产线，设备维保、改造、配件采购全包给你，1年不低于80万。他为什么不自己打电话？您懂的，他放不下那个面子嘛。放不下面子，却想谈合作。生意归生意嘛，老板，80万不是小数目。刘哥，你跑这一趟，我领情。那意思是不合作。老板，你再想想。不用想，80万呢？当初我在他手下，他怎么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，我也记得。老板，都是打工人，何必？刘哥，不是钱的事儿，我们接不了这个单。行，我回去怎么跟他说？你就说百信产能排满了，他懂的。80万就这么推了？老板，张总来了。老板，好久不见。张总，坐。我这次来是谈合作的。什么合作？集团新厂区要上一批设备，维保这块我想交给你，这单子不小，你懂的。什么合作？你当年是怎么把我踢出行业的，记得吗？老板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我记得很清楚。8年前，那批轴承件的质检报告，是你手下的人伪造的。那不是我的事儿。你签了字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打开看，里面有伪造报告的原件，还有当年那个技术员的证词，有你亲笔批注的传真。你当年让我背了3年黑锅，行业封杀，合同全撤，连供应商都不敢接我的电话。合作的事儿不谈了。老板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什么都不想怎样，但这些东西我一直留着。百信现在最大的几个客户你查过吗？查过3家，顺达、宏盛还有泰和。顺达的采购主任叫什么？姓贺，贺主任。约他明天晚上。以什么名义？叙旧。张总亲自约，受宠若惊。贺主任，百信那边合作多久了？快3年了。听说最近出了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也是听说的，供应商资质造假，货是真的，单子是假的。这事儿有没有实据？我能害你吗？你自己去查，查完你懂的。宏盛那边联系上了。泰和呢？泰和采购总监换人了，新来的不熟。找老的，老的认识谁都清楚。张总，这样做会不会太明显？顺达来电了。什么时候到的？今早，宏盛那边也打电话了。2家同一天，不是巧合。谣言从哪儿传出去的？说不准，外面都在说咱们资金链断了，设备有质量问题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老板，我说句实在话，说这个时间节点2家同时撤不是偶然，背后有人推。咱们现在手里单子不多，资金也紧，要是泰和再跟上，你想说什么直接说。我觉得暂时收缩一下，先保住现有的，别硬撑了。收缩就是认输，不是认输，是留得青山在。青山留住了，客户没了，留着干什么？谣言能传多久？这谁说的准？实力说话，比任何解释都快。老板，你是说顺达暂停合作，是因为他们听了谣言？那我们就让他们看见真的。约贺主任来厂里，现场验设备，数据当场出，质量当场验。宏盛那边你去谈。好。谣言是别人放的，但怎么接是我们的事儿。行，听你的。
老板，你这是免费体检，不收钱。谁让你来的？我自己。何哥，他们真的免费？先看看。这根已经磨损了，系上。3号机主区线缆。好。这要是断了，停线，损失你算得出来。原来的订单我撤不回来了，但我可以再加一批。数量，你报个方案来。这份报告留一份给我。是他。苏总，我跟你说，这套方案在行业里经过验证的，3个月见效，成本直降30%。具体怎么操作？核心就一条，优化人员结构，把生产线上冗余岗位先清一批，再引入我们的外包管理系统。清多少人？至少2成，先动基层，再看中层。Marcus， 好久不见。白总，真巧。百信金店老百，3个月前我们公司也收到过这份方案。白总，每家企业情况不同，方案是定制的，封面不一样，内容一模一样。什么意思？这套方案他卖给我们，卖给顺达，今天又卖给您。白总，你这话有点过了。过了。我留了一份底稿，裁员方案卖一遍不够，换个买家再卖一遍。Marcus， 这叫定制。合作的事儿不谈了。老板，你今天是专门来的？来看展的，碰亲戚了就说了。下一位发言嘉宾，百信金店老百先生。这是国内某家工厂3个月前的状态，他们换了一批进口自动化设备，承诺交期6周，实际到货14周，安装调试外方团队迟到3次，投产第1个月返工率超30%，损失多少？直接损失800万。这家工厂叫张氏精密，给他们供货的是一家外资集成商，合同里写了全程驻厂服务，实际驻厂几天？11天。出了问题甩给代理商，代理商找不到技术支持，工厂自己扛。有人要走，不拦，数据在这儿，谁对号入座自己清楚。我说这个案例不是为了踩谁，是想告诉在座各位，便宜不是最低的成本，信任才是。老百先生，我是盛恒集团采购部，您今天说的，我们集团正在经历。老板，这是第几版了？第7版。竞标方案还改？改到对方挑不出毛病为止。老板，模拟台搭好了，几个故障场景跑完了？过热断路、传感器漂移，3项缺项。液压阀卡滞呢？还没。今晚必须跑完。模拟液压卡滞开始。响应时间11秒，慢了，要压到8秒以内。管路里有气泡，得重新排，排完再跑一遍。老板，这版报价我反复算了4遍，利润压到哪了？毛利12个点，够吗？勉强够。不是勉强。这里再降2个点，那就我们比别人多跑了7个故障场景，这2个点买的是对方的信任。龙盛在全国有300家服务网点，响应时间4小时以内，报价比市场均价低22%，价格直接砍这么深。等着，百信这边开始吧。
这是某纺织厂去年9月的案子，龙盛接的单，4小时响应，没错，但到场以后判断错误，停机37小时。损失核算在第3页，单次停机直接损失84万，那是个别案例。第2个案例，某食品厂，今年3月，同样是低价中标，维保人员到场换了零件走了，2周后同一个点位再次故障，这次停了51小时。这是你们换下来的旧件，表面合格，内部已经过格，换上去的新件同款同批次，换了等于没换。这2个案例，老百准备了多久？百信一个小公司，网点覆盖能跟我们比？我们只做这个区域，30公里内2小时到场，到场之后当场判断，当场处置，不是换零件，是修好。过去2年，博信接手的设备平均故障间隔填长了4.3倍，数字在最后一页，有客户签字。老板，中了！盖章了。盖了，正式的。老板，行业群炸了，都在问怎么回事。张总也在群里，他说什么？说恭喜，就是上次当众说咱们活不过3个月那位。这就叫打脸。回去把合同附件再核一遍。恒远的单子真让他拿走了，龙盛那边怎么回事？我也想知道。要不登门拜访一下？拜访什么？让人盯着合同进展。恒远那边说下周就进场，配件先入库。老板，这单拿下来不容易。还早。老板，我来找你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现在没地方去了，说我没用，直接清退。然后呢？我想在你这儿落个脚。进来。老板，你知道我跟张总那边，其实我也是被他坑的。他当初承诺给我股份，结果1分没兑现，把我当枪使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受害者，你替张总压过我的货款，62万，拖了7个月。那时候你怎么说的？那是张总授是意的，你签的字。我的供应商3个月没拿到钱，老刘家里老娘做手术跟我借钱垫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是后害者，那老刘算什么？这是当年那批对账记录的复印件，你的签名在第3页。张总欠你的跟我没关系，但你欠我的，你自己清楚。张总那批设备你也看到了，平台推送都看到了。那批数控机桥是你当年一台一台调出来的吧？老板，这台要是调不好，明天客户那边没法交代。再给我20分钟。那批设备状态我清楚，那就是想拍了。87万起拍，最后落柜不知道多少。我们账上现在能动的不超过120万，拍下来钱就压死了。我知道，恒远那边新合同刚签，备用金不能动。我说我知道。老板，这是今天的初步记录。您在看拍卖那个事儿？消息传得挺快，那批设备要是落到二手商手里，拆零件卖就废了。您维护了多少年？7年。那不就是您的设备？是我维护的，不是我的。
设备没错。张氏精密3号、7号、11号设备整批起拍87万。只有2组人在看，等着。 87万有没有？87万1号出价，88万2号出价，88万2次，3次成交。88万拿下来了。走，去搬机器。这是7号机，我认的，脚架左边有条焊缝，这条缝是我补的。我在这台上干了11年，他们都认识这些机器。老白，你买回来是要用的？当然用。那我们来办。这扭矩我闭着眼都知道是多少。搬走了，这地方就彻底空了。机器在，地方就不空了。这些机器跟对人了。3台全到位了，编号对上没有？3号、7号、11号，一台不差。维保这条线我们吃了6年，客户设备找我们修好了走人，以后不够了。你想接加工单？你在张总那儿干了多少年？9年。这3台机器我比他们厂长还熟。那就把你知道的全写上去。老板，那批设备你拍走了？合法竞拍有什么问题？那是我张氏的机器。是你张氏的债移给法院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开精密加工，就凭你们？就凭这3台机器和你用了9年的人。他会使绊子的，让他使。精度全在范围里，真能跑，跑得比张总厂里还稳。从明天开始对外报价。这么快？机器等人就是烧钱。白总，好久不见。坐。当年那笔单子4年前的事儿了，正因为是4年前，我今天才来。说说你的意思。当年我们用低价把你逼到亏损线，这件事做错了。你亲自来，只为说这句话？不只是道歉，我们需要你的新产能，3台精密设备，我都看过参数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们有新设备？行业里没有秘密。340万，按正常周期交货，不压价，不催工，合同里写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压垮供应商，最后垮的是自己。下次别让我等4年。生意做起来了，刚起步。设备是从拍卖会拿的。那3台机器是我厂的。老板，对不起。今天不说废话，那就快说。就说一件事儿，我们以前都是给人打工的，谁干的最多，心里有数。出了问题，第一个被叫去谈话的也是我们。后来人家不要我们了，那就自己干。这1年设备到位了，第1张订单收款了，账上的钱够发工资，够还欠款，还剩一点，不多，但是干净。我不知道明年会怎样，但我知道这桌上的人都是真的。喝这杯不为别的，
就为我们还在。大哥，明年目标定了吗？先把今年的饭吃完。真没想到能走到今天。我也没想到，当初被清退那天，你怕过吗？怕过，怕得睡不着，但睡醒了还得干。值了。回去吃饭，菜凉了。